拆！把这破屋子给我拆了！那小丫头直接拖走！既然还不上欠我的钱，就拿人抵债！心率过快，肌肉萎缩，胃痉挛，糟糕透顶的开局。不要！求求你们放开我！我哥病了，等他病好了，我们一定砍柴还钱。砍柴？就凭你那废物哥发着高烧都快进棺材了，拿什么还我爹当年借给你的20两银子？要么交房交这死丫头给我拽走，卖到镇上牙行去！动他一下，我废了你！我的手！欠债还钱，一旦跑到我家里来强抢民女照顾，谁给你的胆子无视王法？好小子，临死前敢给我长脾气了是吧？对天尊借了我5两王法银子，5年过去，9出13归利滚利，现在一共是20两。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这房子和这丫头，老子拿定了。3岁小孩涂鸦，你是觉得我不识字，也就在9圣当我连基本的算术都不懂。第二，就算你前文等每趟满算，5两银子的本金5年也不过翻倍至10余两。你这20两是怎么凭空算出来的？早已干扣透支，分明是你这2天刚找人新添上去的假账。说的对啊，那墨色确实不一样。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白纸黑字写着就行了。伪造的契约若是拿到镇上的庭那里去验照户，你猜猜伪造契约图谋他人私产，你是想试试板子的滋味，还是想去牢里蹲几年？行，陆晨，你小子今天算是有种，我赵虎认栽。这20两我不跟你计较，但当年那5两银子的本金，加上这几年的合理利息，一共比这笔账总不假吧？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这8两银子，我照样有权收你的房子。8两银子是吧？这债我陆晨认了。咱们今天这村人的面重新立起，3天内我进山拿猎物抵这8两天时间。若是还不清，这房子我双手上，自己卷铺盖走人。若是还清了，以后你赵虎和你的人，若是再敢踏入我家半步，别怪我卸了你们的腿。进山打猎还债就凭你，你这连只鸡都没杀过的废物还想去打猎？我还要看看颠覆随时要咽气的祖家是怎么在后山饿死，被野狼啃得骨头都不剩的。后山连6天苦猪和豺狼，你去打猎会没命的，咱们逃吧。傻丫头，大雪封山，逃出去也是冻死。放心吧，哥哥不仅不会没命，从明天起，哥哥还要让你天天吃上白面馒头和流油的肉包子。没有远距离武器，没有大型陷阱工具，连挥刀砍一棵手腕粗的树都费劲。滚！2个白痴包的丧门星也配当你爷爷的道？再敢在赵爷的门前转悠，打断你们的左腿！陆家再去山墙子。哟，这不是咱们村那个大言不惭说要3天打猎还8两银子的穷酸秀才吗？怎么着，病秧子这么早就准备进山给野狼当早餐了？手里拿的什么？一把连柴火都劈不开的破柴刀！瘦猴，你懂什么？人家可是识字的老爷，说不定能在山里念首诗，把那几百斤的野鹿直接念死呢！绝对的抗伤肉痛，加上身形灵敏的抻头，在特种战术里，这可是一副绝佳的好牌。摔倒时双手撑地，反应极快，又熟悉周边暗道地形，这是天生的斥候。肩宽背厚，下盘稳如磐石，硬扛体态纹丝不动，完美的重装士兵，绝对服从的终极人形兵器。有了这2个人，我体能极度虚弱的死局就能迎刃而破。看什么看？病秧子是不是也想挨2脚？瘦猴，上个月初5，你跟赵虎去镇上卖皮毛。赵虎去酒楼喝酒时，你偷偷从货车底下的夹层里抽了3张极品赤狐皮，卖给了后巷的杂货铺，得了2两银子，对吧？你胡说什么？我没有。原主的击碎片，前世研自情报分析训练，就是对上有没有？咱们现在去赵虎家里对质一番。赵虎的脾气你知道，要是让他知道你贪了他的极品皮，陆大爷，陆祖宗，滚！是，这就滚，这就滚！吃吧，吃饱了，跟我干一票大的。我知道村里人都叫你们废物，阿吉，他们嫌你胆小怕事；铁柱，他们笑你是个傻子。但在我眼里，他们才是瞎了狗眼的蠢货。阿吉，你身手敏捷，脑子葫芦，你不是胆小，你只是缺乏对局势的掌控。铁柱，
你天生神力，心性纯良，你不是傻，你只是没有遇到一个懂得使用你力量的统帅。从今天起，跟着我，不仅让你们每天都能吃上肉，还要让村里那些看不起你们的人跪着求你们。愿意的话，把手放上来。老大，我们今天进山打什么？野兔还是山鸡？野兔那种塞牙缝的东西，连我的债务都还不清。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后山那头300斤的野猪王。什么？老大你疯了！那头野猪王连赵虎的猎队都不敢招惹，咱们3个连把像样的弓都没有，去给他送菜吗？按我说的做就行。阿吉，去老藤林找5根婴儿手臂粗、最坚韧的铁线藤，越长越好。铁柱，去废石场挑几块带凹槽的圆石头，再去装2袋干透的草木灰。老大，是野猪王的痕迹，这脚印比大海碗还大，这就在附近。而且看粪便，它正处于极其暴躁的饥饿期。老大，我们要不撤吧？这就是去送死啊！前世的特战知识，对付一头足够了。跑？为什么要跑？他力气再大，能大过物理规律吗？今天我就教教这古代的什么叫定滑轮组与重力斥能的降维打击。间距、高度、承重3位力学模型构建完毕。阿吉，上树，把这几块石头分别绑在那2棵树陆地3丈高的粗树杈上。记住，石头上的凹槽要朝下，绑得越死越好。铁柱，看到那边那节枯死的唾木树干了吗？把它搬过来，放到这2棵树的正中间。啊，看到了，老大。这恐怖的爆发力，简直就是一台人形起重机。简易定滑轮与动滑轮结合组完成。铁柱，拉住藤蔓这头。阿吉，下来帮忙。听我口令，一起往下拉。啊，这怎么可能？老大，这树干几百斤重，怎么就这么轻易被拉上去了？这石头上有法术吗？这不叫法术，这叫滑轮组的省力原理。通过增加绳索在滑轮间的折返次数，能够将所需的拉力成倍缩减。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老大，这葛根又苦又涩，连人都咽不下去，野猪能吃吗？野猪在冬季极度缺乏微量元素，葛根里含有的生物间和淀粉，对处于饥饿狂躁期的野猪王来说，就像是恶鬼看到了山珍海味。野猪的嗅觉是猎犬的几倍，我们在它地盘上活动，体味早就暴露了。草木灰是天然的碱性物质，不仅能吸附水分，还能彻底阻断中和人体散发出的氨基酸气味分子。在它鼻子里，这里现在只有葛根的香味和泥土的味道。接下来就是见证重力圣能的时期了。嘘，完了，这要是被撞上一下，绝对肠穿肚烂。体征狂躁，符合预期，一只体型稍大的实验小白鼠罢了。草木灰的气味阻断完美生效，他完全没察觉到这里有人。就是现在，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这就是你们无法抗拒的降维打击。瞬间的钝器物理打击直接震碎了中枢神经，他连惨叫都发不出，秒杀。老大，你到底是人是鬼啊？这就死了？收拾一下，我们下去。在现代文明的结晶面前，野蛮的躯体不堪一击。这么多肉，这得能换多少白面馒头啊？野猪加上铁木，足足700-800斤，这种深雪陡坡，铁柱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扛下去。老大，这么深的山路，我们怎么把这大家伙弄回去啊？正午了，赵虎那帮恶狼此刻多半正守在下山的必经之路上等着抢东西，带着700-800斤的财富空手走下去，就是给他们送外卖。他自己走不下去，我们就给他造一辆雪地高铁，顺便也给山下等着的赵虎准备一份从天而降的大礼。雪地高铁？老大，什么是高铁？就是能让这几百斤的死猪像在冰地上滑行一样轻松下山的东西。天然泄洪沟被大雪填平，完美的低摩擦力物理滑道。铁柱，把压在野猪身上的木头挪开。阿吉，去砍几根手臂粗、带点弧度的松木枝，再找些坚韧的藤枝过来。双轨分散压强，减小接触面积。老大，木头找来了。阿吉，用藤蔓把野猪死死绑在架子上，走谢公沟。铁柱，你在前面拉，只要提供向前的牵引力就行。阿吉，你在后面看着点，保持平衡，别让车翻了。娘嘞，老大，这玩意儿也太省劲儿了！俺一个人拉着它，能跑到镇上去。少废话，保持匀速下山。
虎哥，我看那病秧子八成是死在山里了。这大雪封山的，连咱们都不敢往深了走。他拿把卷刃的破刀去打猎，那不是给野猪送点心吗？哼，不自量力的废物，早点死了干净，免得老子还得亲自动手赶人。瘦猴，带几个人去陆晨家，把那丫头给我捆了，等会儿直接送去镇上牙行换钱。昨天清晨陆晨那要杀人的眼神，他该不会真变成厉鬼回来索命吧？啥动静？山崩了！啊！我的亲娘老子呀！那是后山那头黑煞星，当年撞断了李铁匠一条腿的野猪王啊！300斤的野猪王，就算是10几个精锐壮汉也不敢硬刚。这病秧子到底用了什么妖术？赵虎，3天之期已到，我来清账了。你这是在哪儿捡的死猪？就凭你这副骨头拔子，能杀得了他？定是你在山里碰到了死物，想拿来骗老子。捡的，这北骨会裂是被极为沉重的巨力瞬间砸死的，切口边缘还有藤蔓勒出的血痕。在座的也有老猎户，你大可找人来验一验，这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人一击毙命的？天哪，这得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野猪的头骨砸成这样啊！这绝不是普通陷阱能做到的，这是神仙显灵了吧？按现在的市价，1斤野猪肉20文，猪肉20文，皮毛和獠牙更是紧俏货。这头野猪折合下来至少值10两银子，抵你那8两的债，绰绰有余。从此以后，我陆家不欠你赵虎半文钱。要是再敢踏入我陆家半步，这头野猪就是你的下场。好，陆晨，算你狠，咱们走着瞧。陆晨啊，你今天可是给咱们村除了一大害呀！是啊，陆晨出息了，以后咱们也有好日子过了。铁柱，切一条最肥的猪后腿，拿回去给小溪炖肉。剩下的，阿吉跟我去镇上一趟。这肉放在村里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招来更多的恶狼。打败赵虎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吃吧，哥说过，以后让你天天吃肉。赵虎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混混，镇上那些真正的吃人权贵，才是我要拔掉的硬钉子。这张皮毛、獠牙和上好五花肉，足够换我们3人吃2年的精粮。老大，咱们到了镇上，直接去集市摆摊吗？不去集市？不去集市去哪儿？镇上的皮草行和肉铺可都在集市那条街啊！阿吉，我问你，村里平时打的那些劣质皮毛，都是赵虎拿去镇上卖的，对吧？是啊，赵虎说只有他认识镇上的掌柜，换来的钱他一开口就要抽走70%。这就对了，赵虎在镇上肯定有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我们如果傻乎乎的去集市，那些收皮货的商贩多半早就被会打过招呼了。他们不仅会疯狂压价，甚至有可能直接设局把我们的货给吞了。那要是他们硬抢，我们该怎么办？不要去低端市场和地头蛇讲道理，直接去找能降维打击他们的高端客户。巨福楼，全镇唯一接待大商队的高级酒楼，那里才是我们的战场。哟，哪儿来的叫花子？要饭滚去后巷，别脏了我们巨福楼的地儿。铁柱，退下。劳烦小哥通传一声，就说有极其罕见的极品野猪王全皮和未经损毁的獠牙出售。若是感兴趣，可以出来看一眼。没人要，我们立刻就走，绝不打扰。那你们在这等着，别乱跑。哼，就是你们有极品野猪王的皮包，拿出来我瞧瞧。若是有半点破损，别怪我让人打断你们的腿。
没有皮毛如此厚实，毫无用道理如钢。而这一张极其罕见、价值连城的全皮，这皮毛上居然没有见孔口！这么大的野猪，你们是怎么在不伤皮毛的情况下将它杀死的？见价值连城的全皮，这皮有钉孔和刀伤，你们是怎么在不伤皮毛的情况下将它杀死的？弓箭长矛会毁了皮子，物理重力线渐行秒杀，这就是绝对优势。这是独门手艺，管事大人就不必多问了。不仅没有损伤，我还特意用草木灰和某种特制碱水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杀菌和防腐处理。防腐？这哪里是个穷苦猎户，这分明是个懂行的行家。即便放上2个月，也绝对不会生虫发臭。好一张极品皮，还有这獠牙也是上品。小兄弟，我出10两银子，全收了。10两银子，发财了！铁柱，把东西背上，我们走。等等，小兄弟，怎么嫌少？钱管事，这皮毛的成色你心里最清楚。若是制成一整套没有拼接缝隙的大厂，送到京城那些怕冷的权贵手里，怕是100两白银都不值吧？你眼前这个穿着破烂的少年，怎么会如此清楚上层社会的行情？对付这种精明的商人，饥饿营销与锚定肖像才是最大的杀器。20两银子，外加100斤精细白面，50斤好铁，20斤粗盐。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镇上谁能给你这个价？镇上给不了，但路过的商队不止你一家，这街尾似乎还有一家南来的马帮吧？这全皮要是被那群南蛮子抢走，带回京城确实能翻好几倍，不能让。好，成交，这货我要了。老大，我们在真的赚到了20两银子，还有这么多白面和好铁，这得给我们吃多久啊？刘镇早，我们在镇上这么高调的交易，那些地头蛇和赵虎的眼线不可能没看到。带着这么多物资回村，就只打一盏了一盏明灯，所有的恶狼都会盯着我们。老大，你看前面，病秧子跑去巨富楼发大财了是吧？我早就说过，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些钱和东西带回村，我赵虎的名字倒过来写。哼，有了完美配重的钝器，10几个乌合之众，不过是单方面的屠杀。赵虎啊赵虎，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让我手里有了铁。上，男的打断腿，东西全抢走，别伤了那头小肥羊，卖到镇上还能换几个钱。死住，护住物资，推进右边的密林。阿吉，跟上。开阔地带被10几个人围殴，且需要保护大量辎重，这是极其愚蠢的打法。必须利用地形切割战场。想跑没那么容易，追！跑啊？怎么不跑了？不对，那个病秧子去哪儿了？赵虎，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我的腿，什么东西？有暗器！怎么可能？那块生铁胚，这木矛的射速和力道比强病秧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杠杆头毛器阿塔索，远古人类狩猎的终极黑科技，利用杠杆原理放大3倍动力，加上生铁的配重与穿透力，30米内杀伤力绝不亚于现代猎弓，绝不亚于现代猎弓。在上面，给我围住那棵树！丛林鬼雷，弹性荆棘陷阱，第1道防线。嚯！铁柱，动手！劣质硫磺粉加干辣椒面，配合血水挥发，简易版古代催泪法器，成型。我的眼睛，辣死我了！我喘不上气儿了，救命！神仙手段，这简直是神仙手段啊！我杀了你这个病秧子！赵虎，你最大的误刚，我刚才说过，我刚大的错误是不该让我手里有铁，因为在我手里，铁不仅能打猎，更能惩罚蠢货。陆哥，陆爷，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饶我一命，这车物资我不要了，我还倒给您钱。当众杀人会惹官府，不符合我长远的发展计划，但这狗命得
得让他拿尊严今天说的话。带着你这群废物滚，否则下一次这把刀就不会只停在你脖子上了。老大威武！行了，别乐了，是时候回去真正改善生活，让这具虚弱身的身体重新焕发生机了。有了这批生铁，我脑子里那些真正的大杀器也可以正式提上日程了。出什么事儿了？完了，全完了！黑风寨的山贼下山了，他们屠了丽江，抢光了所有的粮食，说明天一早就要来洗劫咱们清水村。我们带回了这么多粮食和铁，黑风寨要是来了，屠村，那就在明天一早拿你们这群杂碎的命，祭我第一批出炉的火器。黑风寨的山贼要来了，大家快跑啊！往哪儿跑？大雪封山，出了村里就是个冻死。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村长，不如咱们把村里值钱的东西，还有那些年轻女人，都绑了，给他们送去吧，全当买命钱。闭嘴！黑风寨那帮人是什么品性，你不知道吗？给了钱和人，他们照样会放火烧村。想活命，就只能跟他们拼了！拼？拿什么拼？人家50多匹快马，咱们村统共才70、80个壮无力，手里拿的全是木头叉子，拿命钱吗？骑兵对木叉毫无胜算，这是单方面的屠杀。交钱交人，死路一条；盲目死拼，更是蠢货行径。黑风寨的山贼是强，但他们不是神，他们贪婪自大且劳师哄众。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村子，我们的主场，只要不自乱阵脚，50个骑马的肥腿，并非不可战胜。大言不惭！你以为打死一头守株就能对付50个拿刀的骑兵了？人家冲过来就能把咱们踩成肉粘！骑兵冲锋确实可怕，但如果不起来的骑兵呢？什么叫跑不起来的骑兵？骑兵的威力在于速度和冲击力，一旦失去了这两样，在狭窄负载马上的目标，甚至比步兵更容易对付。咱们村子西边是绝壁，北边是深河，只有东面一条宽约3丈的狭长古道可以进村，这是天然的漏斗地形。只要我们在这条古道上做足稳仗，利用环境彻底废掉他们的马腿，这帮山贼就是瓮中之鳖。老大，你就说咱们该怎么干吧，我都听你的。俺也听老大的，谁敢来咱们村抢肉，俺就拿石头砸死他。陆家小子，不，陆大兄弟，你真有把握？有把握，但前提是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如果谁敢在这个时候散播恐慌，临阵脱逃，不用伤贼动手，我先废了他。好，我信你。全村老小听着，从现在起，陆晨就是咱们村的总指挥，他的话就是我的话，谁敢不听，逐出宗族。黑风寨，你们的末日到矣。时间紧迫，黑风寨明天一早就会到，我们只有半个晚上的时间来改造地形。阿吉，你去把全村的女人们组织起来，把废弃石板、铜镜，哪怕是磨得发亮的锅盖，全部收集起来，送到东边古道两侧的半山腰去。铁柱，带10个最强壮的汉子，拿上最好的铁器，去古道入口挖坑，记住要挖深2尺、宽3尺的道体型坑，并且要在里面半埋下削尖的粗竹子。老胡，把村里的木头栅栏全拆了，用火烤硬两端做成骏马枪，呈交叉十字形绑死，斜向上45度角固定。这病秧子简直是个活阎王，跟着他，说不定真能活！快，都拢了吗？给老子去拆木头！快！哥，你真的能打败那些坏人吗？放心吧，古代弓箭威力不足，那我就用现代物理学，让这群土匪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动能碾压。去睡吧，小希，明天早上哥哥让你看一场好戏。
毫无阵型的狂野冲锋，愚蠢至极。兄弟们，冲进去，男的全杀，两拳抢走，让这帮泥腿子知道什么是绝望！花轮组杠杆倍增，势能转化动能，欢迎体验跨时代的科技之才。抢过他们！连跑都不知道跑，果然是被吓破胆的废物！踏平他们！铁柱，起锁！半尺高，完美避开马蹄，直击最脆弱的马小腿骨。第一道防线，战术半马锁强化版。有埋伏！勒马，快勒马！精密计算的倒梯形斜面，卡死受力点，剥夺一切跳跃可能。下马！这帮泥腿子挖了陷阱，步战冲锋！老大，他们下马了，要冲过来了！下马，这才好。不下马，我的第三道主菜怎么上？第三道防线，光学致盲。放！我的眼睛，什么东西那么刺眼？神迹是神罚吗？别急着喊神罚，地狱的丧钟才刚刚交响。血流加速产生负压震动。第四道防线，声学陷阱。第四道防线，声学震撼，视觉与听觉双重剥夺，歇斯底里。你看我干什么？别慌，这是妖术！给我冲上去，杀了那个站着的妖道！第五道防线，斜角巨马枪。没有任何魔法，没有任何妖术，这是现代知识在原始落后环境下的绝对碾压。大当家，不行啊，这村子邪门的很，咱们撤吧！老子杀了这妖精！老大，他冲上来了！铁柱，退后，这是我的猎物。滑轮组的偏心轮效应，在拉满的瞬间，省去80%的拉力。准星、封偏、刨物线计算完成。去死吧！时代变了，蠢货。这究竟是什么怪力？这是什么神兵利器？没有射人，仅仅是射刀，这是多恐怖的动能碾压！大当家败了，大当家的武器被射碎了，神仙显灵了！这村里有神仙，快逃命啊！别杀我，我投降！活神仙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老大，真乃神人也！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匹夫之勇。赢了！我们赢了！我们真的投降了，黑风战败了！陆仙年在上，授全村一拜。这根本不是人，是怪物，是杀神。
基地防线确立，武装力量收编，下一步就是真正的工业化扩张了。老大，不好了！镇上的亭长带着几十个带刀官差，把咱们村后的出路给堵了。土匪刚走，官府就来摘陶具，找死！官差，陆大兄弟，这可如何是好？亭长大人亲自带队，莫不是来专门私自铸造兵器的？别慌，阿吉，他们带头的是谁？是清水镇的李亭长，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对，是巨富楼那个钱管事。钱管事怀璧，昨天高调卖出野猪皮，终究是引来了贪婪的恶狼，想摘我的桃子，也不怕割碎了牙。老大，要不要俺去把他们打跑？不可莽撞，对付山贼可以用武力，对付官差得用脑子。走，会会他们去。李大人，您可得明察秋毫啊！那穷酸一定私藏了违禁闯弩，或者干脆就是和黑风寨分赃。若真是如此，本官定当严惩不贷，将那些赃物全没收充公。李大人好大的官威啊！大胆刁民，见到本官为何不跪？跟我玩规矩，那我就用你们的规矩碾死。大周立身侯明者，见9品以下当官可免跪。在下考取过同事，李大人要我跪，怕是不。好个牙尖嘴利的刁民！本官说你们私造兵器，来人，速进去搜检！慢着！李大人说我们与山贼机构。半个时辰前，黑风寨大当家独眼龙率50名悍匪奇袭我村，全村浴血溅。此刻，独眼龙连同活口正跪在村口。李大人和段战士不信，一步去看便知。你说什么？你们打败了黑风寨？我们剿灭巨匪，李大人不来嘉奖，反而扣上勾结山贼的帽子。这若传到县令耳朵，帽还保不得住。这居然是真的！李大人，您刚才说我们私造兵器，这些削尖的破木头也是大周军中的制式武器吗？陆公子足智多谋，保剿灭风寨，本官是大功一将。本官这就将人犯押解回县衙，禀明县尊大人。李大人且慢，这功劳草民一介白衣，只不过撩破天关第一短中9项的废纸。你想怎样？这要矫情村的同仁富可剿匪大染不全了，升官划算吗？划算，太划算了！陆公子真乃少年英才。敢说不？明天杖促就上县衙。哥，你今天好威风啊，连那个坏官寨都怕你。1、2，起！铁柱，卡住棘轮。阿吉，查验轴承咬合度。老大，成了，真的成了！俺的个乖乖，老大，这东西里面是藏住神仙吗？没有什么神仙，只有齿轮传动比和滑轮组的物理法则。全员警变，民兵队上墙！该来的终于来了。公子，3个月前，就是他们用奇怪的陷阱和怪弓，兵不血刃灭了黑风寨。哪位是陆晨？在下京云锦商号少东家云亭，听闻此地有高人出世，特来拜会。我就是陆晨，拜会不便。云公子若是来买皮毛，找阿吉；若是来找茬，铁柱会招呼你。放肆！竟敢对！果然狂妄。陆晨，我是来买你的，交出图纸，我保你荣华富贵，甚至封妻引子。条件不错，可惜我不给人当狗。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捏死你这村子里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可以试试，但在这之前，我保证你会成为第一具尸体。好有胆魄！既然你不愿屈居人下，那我们打个赌如何？说，我遇到了一件极其棘手的惊动麻烦，10里外的黑泥沼泽，用作一辆重型辎重，坑里装能重绳，读法撼动分毫。你若能弄出来，我们结为盟友；若是我弄不出来，我这条命还有我脑子里的所有知识，双手奉上。陆晨，这泥沼松软，根本无法立足。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破这个死局。物理学第一定律，只要思想不滑坡。铁石柱让步总脚垫难度，但要长。呈三角形铺设3层交叉原木法，加大接触面积，分散压强。阿吉组装滑轮组。动滑轮和定滑轮串联，组成阿基米德复滑轮组。这是什么阵法？这叫科学。铁柱，交给你了，一个人去把那8000斤的铁给我拉出来。出来了，顶动了！我的老天爷啊！他一个人拉出了8万斤的神鼎，几根绳子就能让凡人拥有1000钧之力，这天下谁还能挡得住拥有这种技术的？这顶看点大，拉下没有咱村那头野猪费劲呢。云公子，这场赌局算我赢了吗？陆兄神迹，云某心服口服。从今日起，云锦商号所有资源，只要陆兄需要，全部送到清水村。好说，合作愉快。既然来了，那就让这个时代按照我的规矩来运转吧。